他是谁？芭比啊，芭比你好，你好，小雨，哎呦，是我们的一个观众，然后来到我们的营地了。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系列的节目，就是我们的大白小雨的房车会客室。对，其实我们已经策划很久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旧金山附近啊。然后今天请来的第一位嘉宾就是我们节目的，就是在旁边的 Ariel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我是 Ariel， 这是我的狗狗芭比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小家，它的名字叫 Otter， 就是那个海狮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是买了这个房车以后，想要第一个旅程就是带它去看海狮，所以给它取了名叫 Otter。然后还有就是我经常一个人带这个车子在外面玩，然后我就觉得起一个男生一点的名字会比较安全。我10岁就来的美国，然后我已经在美国住了20-30年了，这么。那你当时来美国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来美国？妈妈把我带过来移民，就是家属移民吧。亲属移民。那你就是直接过来就上学了这种？对，我来了就上4年级。所以说他10岁，你看他现在跟咱们沟通起来，中文是完全没有障碍的，就感觉好像他一直在国内生活。对吧？就这个沟通还行，公司上面沟通就有困难了，是吧？对我因为我在抖音做嘛，所以很多那个 corporate language， 像很多我这个中文我都说不出来。对，然后还有很多我看不懂，对，技术词我看不懂。那你写中文行吗？不行，对，能打。可以打字，不能写。Ariel 他也是拥有一辆 Van， 对，有一辆房车的，所以他也体验过这个房车的生活，算是我们的车友吧。你买这房车是快1年了吧？对，我买了房车快1年了，然后就只用过5-6次而已，希望未来可以多用点。这就是你的小家。对，这是我小家。你要进来看不？我在这也可以。这个浴室是一个完整的浴室哈。特意要求了一个可以在房子里面洗澡的地方啊。对，但是可能我现在也不确定这个决定对不对啊。为什么会错呢？因为它很占地方啊，非常占地方，压缩了空间。对，对我这个其实是可以拆卸的，然后一个移动的。对，我平时就坐这儿看外面风景，然后这个拿开。那你坐这儿的话，这儿没有一个纱门吗？这有纱门吗？没有，我特地没有要。没有要。对，我可能会自己做一个布的。这个是。这是一个 domestic 的一个。对，冰箱。对，它是空的。空的，没有在使用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洗手间了。对，那这需要自己排是吧？对，就是它可以拆下来，然后自己倒出去。对，其实这很像在中国内的这种玩法，他们也是加那种剂，对吧？对，我有很多 chemical 放进去。对。来喝水。你渴不？喝水是吧？喝吧。喝水水。喝水水。喝水他听得懂哈，不用英语交流。对，我们用中文交流。用中文交流。好的。中文早吧。喝水水呀。那现在这5-6次体验怎么样？体验都非常非常的好，但是我这5-6次都是大部分住在房车营地，都是住在国家公园的房车营地，或者是住在 boondocking 就是人家后院，就是我 sign up 了一个会员，然后那个是应该是有3000，他说是有3600多户在美国，就是你随便去选，只要他那个时候有空，你预定一下就可以住他们家后院，所以我住过好几个人家的后院，还住过人家农场。有一个 app 是吧？对，它就是好像是酒庄啊什么的都可以住。对，它是有2个系列，一个是 boondocking 就只住人家后院，那个便宜一点，好像1年60多块。然后如果再加上酒庄，就变成 Harvest Host 了，那个好像就变成1年快100多块，100左右，那也很便宜。但是据我听说，那个 app 就是，当然你可以住到非常漂亮的地方，还可以跟他们聊天啊，去品尝他们的农产品，对吧？但是你每一次你都要带点东西，好像是。对，你得买点什么，要不然就不太好，就觉得不合适。对，所以我没有 upgrade 到那个 Harvest， 因为本人也不是很爱喝酒，对，所以就还是做了 boondocking 的 host 大部分都是自己有房车的，也喜欢玩房车，所以就是认识一下朋友，陪他们聊聊天。所以你觉得在美国会觉得无聊吗？会啊，会觉得无聊。对，其实我们在这儿，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们，我们未来的就是打算，就我现在这狗嘛，就是有3只，等他们将来都去上大学以后，就是我和我老公打算就是可能会把房子租出去，然后去亚洲住一住。对，因为我跟我老公都是10岁来的美国。
然后我们2个都在这儿待了太久了，觉得挺无聊的。所以每年我们都要出国玩个2周。对，然后将来的话，打算就是把房子租出去，然后先去什么日本住个3个月，韩国住个3个月，然后等玩累了再回来。我们有个小房车就停着，还可以洗个澡什么的。这是我们就一个坐的地方吧，经常坐在这儿往外看风景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fold-out table， 又卡了又。哦，这是一个桌子。对，这是一个桌子。然后平时我可以就坐在这儿，然后我就在这儿喝点什么呀，吃点什么。这样很漂亮，是很有画面感。对。这个车的特点就是方便，就是什么地方都能去，是吧？对，它就是方便，但是它其实是个 2-wheel drive， 它不是一个4驱的。对，所以还是有一点需要小心。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一个4驱的呢？因为当时我们讨论了一下，然后首先4驱的要贵15000。价格，价格，然后再来就是我老公跟我说，你到底有多少次机会会用到4驱，去那个了无人烟的地方那么危险？然后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多机会。然后我问了我们这个房车的 converter 那个厂子，它叫 The Active Van， 在 Lake Tahoe Reno 那边。然后他们跟我说，我可以把我的轮胎换成那个越野胎 All-Terrain。对。然后他说就可以去海上啊，去山上，他自己就是一个 2-wheel drive，他就换了，他觉得没问题。但是其实我是一个资深玩越野的人啊，就是我觉得他说的有毛病啊。是吗？对，我觉得如果是沙滩的话，不建议你去尝试，因为现车的话是几率很大。对，还是需要4驱。而且你的车应该很沉吧？对呀，对，你的车重，它本来就会往沙子里陷，然后当你往里走，你不知道哪儿有一个沙坑，这一下陷进去之后，你2个轮只要一打滑，因为你另外2个轮是不转的，所以说你就无法脱困。是吗？那可能骗我了，因为他说他就开他的那个，然后 from All-Terrain 去那个有个 Pismo Beach 在那边，他们说可以开上去海边，他说他整天坐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微波炉，也非常小的一个微波炉。然后我这就是我的厨房了，就这还是没有一个炉台。对，然后我的炉台就是一个自己可以拆的那个卡式炉，放这儿也行。然后我弄了一个很大的床，这是一个双人床，因为我和我老公嘛，还有3只狗，我们挤在上面其实是有一点挤不开的。我本来想要把这个床再挪过来一点，坐车的师傅说不要再挪了，因为这已经没有位置了，对，你的空间就被压缩没了。对，所以他跟我说就这样吧，是不能够折叠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懒人，所以我觉得我折叠的可能性不高，所以干脆就让他搞一个 fixed bed， 然后上面有2个 cabinet。就是放一些衣服什么的，还有一个小书柜在这边。然后我专门 upgrade 了一个那个 AC， 说能 run 个6到8小时，就不用插电的那种。对，我上面还有3个 solar panel 在 roof 上，以后也可以上去。所以说玩 van 就得是玩的是电力 dry camping。对，我这个就是主打一个 dry camping， 什么都不需要连。你在这里面是暖和吗？暖和呀，不过这个，我觉得就是靠被子呗，还有那个 heater 在那里，对，这个就是它的声音，那还可以。外边我能听到主机在响，但是里头真听不到。对，这也是一个床吗？不是，这是一个算是storage。对，然后这里是一个窗帘儿，它可以把它放在这儿，然后就把前面都遮住了。对，然后我的桌子还有桌子在这儿，还有所有的 window cover 都在这里，就是比较扁平一点的东西可以放在这儿。对。你过来吧。驾驶舱。对，这个就是平时开车的地儿。也比较正常的。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所有的 van 包括 Class A。房车，就是它前面的这个仪表盘都很朴素。对，它唯一的 highlight 其实你看不出来，但是它唯一的 highlight 是它有那个Distronic driving， 就是它会根据前面的车的速度自己调。明白了，中文叫自适应巡航。是我买这个车的几乎是最大的原因。对，因为我不想一直踩那个油门和刹车，对，所以让它自己可以开非常好。还有那个 active lane keeping。就是保持在线里面，对，安全性很高。对，然后刚才来的时候风很大，它还有那个 crosswind assist， 这样子那个风一吹，它会把我拉回去，它会把我弄回去。对，这个就是刚刚从那个床下面看到的 storage 就很乱，有狗车呀，什么电线啊 ，battery，
然后这个是我的 solar panel， 就是上面的太阳能板。右边是什么？右边全是电。全是电啊，左边是水箱，右边全是电。哎，这个我想了解一下，这个是怎么用？这个是 outdoor shower。对，我现在那个 hose 在下面，但是其实它是可以在这儿连上一个 shower hose， 然后在这儿挂着，这样子有热水、冷水，然后这是进水的地方。这个是不是 shower？ 这是 shower， 这是哇，这个打这是要灌水，灌水从这儿灌，对。然后，那你要是在户外洗澡的话，那你这块怎么解决这个？你怎么挂了？对哦，我就穿着那个泳衣就行了。泳衣洗。对，我不介意别人看。你看你的毛发，摇滚歌星了，这是。哎，我觉得当妈妈很容易捧骨前倾啊。是吧？那你当时买房车的时候，你正是还在 TikTok 工作。对。那你当时，难道你离开 TikTok 的预谋已久吗？是预谋已久。就想，是不是？你看我。是。对，我在 TikTok 干了2年，然后我当时买这个房车的时候是干了1年那个段儿，然后就有一种，想出去看看世界。对，就是觉得需要一个出口。因为生活太压抑，压力太大了，工作压力很大，然后就觉得有点喘不上气儿的感觉。我跟我老公讨论了很久，对，因为毕竟它也不便宜。然后我跟老公讨论，就是这个是一大笔钱，也可以拿来做投资，也是不少的收益。但是我还是就是跟他 persuade 他吧，就是一定要买这个车，因为我就是说，如果不买这个车，我就喘不上气儿来了。我不知道应该要什么时候才能有那种能够呼吸的感觉，就平时觉得呼吸不上来。这是车代表了诗和远方，对，是吧？这个意思。但是说实话，今天我很意外，就是我经常听到国内，在中国国内的人说很卷，很压抑，然后加班，周末加班。你是第一个我听到的在美国的人说这个，周末也要加班。因为我听的最多的是在美国是到点下班，对吧？然后周末那绝对是不会接电话的。为什么你这个公司是你这公司的特性吗？其实是我们公司是美国的 TikTok， 所以照理说是应该要跟美国的其他的 tech company 类似，但是其实就是还是有受到很多母公司的文化影响。对，我在之前都是在美国的科技大厂工作，然后确实是你说的那样，周末。其实我也是以前在那个美国公司的时候，会做到 senior manager 以上才需要周末加班，在那儿以下的职位应该是没有这个 expectation。方便说哪个公司吗？以前？对，可以啊，以前是在 eBay 干。哇，那很大的公司。对，在那儿干了6年。6年，那在那儿你的工作都不会说像在 TikTok 这么。就是压力是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对，eBay 下班时间每天就是5、6点，然后下班以后还可以跟同事出去吃个饭。辞职以后，那你不就是没有这份的收入了吗？我应该算是这几年也攒了不少吧，然后我投资也还可以。TikTok 的收入大概，你要不方便说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一个区间。你不用怕吓到我。行，其实 TikTok 的收入跟很多美国大厂的收入，就是根据不同的职位是一样的。你可以对比 Google、Meta， 都是一个 level 的这样子的收入。就你的这个职位大概是30万到60万之间吧，一年。对 ，total compensation。比如说你赚60，谢谢，我也很喜欢这个比如。非常好啊，对啊，你赚60一年啊，你要交多少税？一半，都是一半。你到这个 level 就是要一半都要交税。其实我觉得好像收入10万以上就一半要，差不多可以 assume 一半或者是40%几，因为尤其是住在加州，又有 federal 又有 California tax。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啊，美国想限制 TikTok 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？我觉得随便吧，那个就是政府想要怎么办，这是政府之间的事儿，就我从来不参与或者是 give any judgment about politics，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太 sensitive 了，对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看法。对，也就是说他这个做法其实对你的工作是没有影响，对我的工作没有影响。其实我的同事是有担心的 ，TikTok 在印度是有被 ban 的，然后现在好像有点恢复了，但是据我了解，之前被 ban 了以后还是 lay off 了一大批人，没有工作，失业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同事是有担心他们会不会有被 lay off 的风险。但是我就安慰他们说，咱的这个
技术在那儿呢，你不在这儿干，你就换一家干呗。对，希望都好吧，希望都好吧。对，所以说这些年就是这2年，美国的这种裁员也是很多的。对，是的，我包括以前在eBay的同事也有好多，尤其是那种被付的很高的 management 被 lay off 了。我们如果想发展抖音，在抖音想做起来，你觉得我最应该做什么方向的？我应该注意什么？你有什么建议？因为你是了解他们的底层的这个 app 的底层逻辑的是吧？对，我是 infrastructure 这块的，所以不是 TikTok app 本身，又不是 product side。我 follow 的都是大部分是 van life， 然后他们会就是有几个 hit 的点，就是他们是会就是通常会说我的车就是 van tour， 就是给你看一下我的车，这是很火的 topic。对，改造是一个 topic， 或者是我的车在哪里 stuck 了出不来，这是一个 topic。就是做van，我发现了一定要整事儿，就是梆梆梆，昨天被敲门了，要不然怎么坏了？对，我就是要有一些看点吧。就如果只是正常生活的话，长视频可能会更有对吸引力，因为长视频人家看会觉得很放松，但是短视频的话，他们就是在追求在很短时间内得到他们的那个 hormone boost。对，因为不是有一个理论嘛，说是前15秒。说一定要抓住人，是吧？对，所以说你从 TikTok 出来，就是还是有这个想做博主的规划吗？对，有，绝对是有的。对，这个一直是我的梦想。因为我看你频道做了应该是几年前哈，3、4年前就在发。为什么你当时在 TikTok 的时候没有借助？就是说，因为你在那个平台下，然后你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做自己的节目，是有 conflict of interest。所以其实你看那个 YouTube， 你如果在 Google 的 YouTube department 工作，你就不可以当 YouTuber。然后还有这样的？对 ，TikTok 也有公司的要求吗？公司有让你签这个类似的协议，就是看你有没有 conflict。就是说你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是吗？他不是不能，他说你要 declare 以后再怎么样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觉得 TikTok 其实包括抖音啊，我平时我从来都不看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发现，真的它的算法会智能到你停在这个画面多几秒，它就认为你喜欢这个。是。然后它会让你一直刷到这个东西之后，会让很多人，尤其是在国内的这个，比如老年人，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现在都是这样。对。他给你制造一个同温层，这个同温层实际上是假的，就是他会，当然了。像咱们了解这个底层逻辑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去多看一看，分辨很多的人怎么说的，比如一些事情。对。但是国内的老人他不会这样，他可能刷到一个保健品，他停在这儿看了一眼，他一刷他又一个。那有可能公司找一堆人做这个同样的这个假货啊，比如说他一个东西，他就老看见这个，现在大家都用这个，他就很快他就会生成一个结论。对。所以说我觉得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抖音 TikTok 不是特好。对，我觉得就只能说不是特好，对，就是会让大家越来越撕裂。25尺的 Airstream， Flying Cloud， 就这个皮呢是一个航空材质，包括它的这个铆上去的这种钉子，实际上是按飞机的制造，风会顺着它过去，非常的顺滑。哇，对。对。遮阳帘，这是一个手动的遮阳帘，这个我非常喜欢。你看现在这么暴晒的阳光。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凉的空间，我把我的路由器放在里面，然后这个线只需要在这儿顺着它，然后这块儿我放了一个软的胶皮，你看我在这儿，它可以直接就进去了，也就是说我的星链可以从这儿，我不用打孔就可以出来。对，然后星链就在那儿，那个位置。对，我发现了，你们有 Starlink， 是上网自由。其实国内的朋友很多很关心。就都说美国，尤其旧金山啊，咱拿这个地儿说什么 biu biu biu， 特别啊，都得带着枪啊，怎么着，非常乱。你在这个旧金山这个城市，你有遇到过吗？你有什么感受吗？我没有遇到过枪击案在旧金山，对，我有遇到过枪击案在西雅图，就是前几周去出差的时候遇到。就前几周的事儿。对，说就是现场看到的。说是西雅图那个吗？对啊。行，那我们去开会嘛，然后在 downtown。然后downtown我们开完会，晚上大概6点多，我们出来，前边就有人在打枪，就
对另外一个人打枪，然后我们同事看着了，我没有亲眼看到，他告诉我的，然后他说他心里受到了创伤，对，然后他亲眼看到，对我同事亲眼看到的，然后他就是很害怕，然后第二天就不敢来了。对，他有亲眼看到，就在我们我们开会的楼下。你听到声音了吗？我没有听到声音，对，但是我有感觉到那个氛围，因为我们在那儿开会是3天，然后每一天晚上我们都一起去吃饭，但是我们吃饭，我们的 security guard 跟我们说，他们要跟我们一起走，不让我们自己在街上走。我当时就觉得。这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，然后就是让我们一个 group 最起码10个人，然后前面一个 security guard， 后面一个 security guard，然后确实有看到一些人在可能是 high 了吧，抽了点什么东西，然后就在那儿晃啊，然后在那儿 bang 啊，这样子就很奇怪的样子。但是我自己觉得就很正常，因为我在 Austin 上的大学，然后这种在 Austin downtown 也是一天到晚的，大家都抽的喝的不知道成什么样了，然后在地上翻滚的都有。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上大学，经常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去的，就算半夜12点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也觉得没什么。然后就有流浪汉男生，然后晃悠晃悠的朝我走过来，跟我说你有没有钱？然后我就说没有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他会继续追我说你真的没有吗？1分都没有吗？然后我就不理了。对，但是你不会觉得这样就是很恐怖吗？就是我觉得还好啊，他能怎么样？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会袭击你，对吗？他袭击我，我也准备好了，往哪儿踢都知道。受过训练？没有受过训练，但是脑袋里面已经想好了，就是而且我那个时候这还没有到现在这个意识，我那个时候一点武器都没带，现在我身上都会带一个 pepper spray， 包里就有。对，所以这样子会喷，可以喷它。所以说这种情况下，在就是很多人眼里其实还是觉得很危险。对，但是其实来说，旧金山因为咱们刚来嘛，我们是明天开始就要探索这个城市。其实我也想看一看，就是传说中最乱的一个治安最乱的地方，我想亲自去看看，亲自去感受感受到底危险到什么地步。比如说我的相机会不会被抢？不会，对吧？不会有问题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去了2次旧金山了，就是我们看来是很平静的一个城市，但是而且还有很好的地方，都很漂亮的地方，对。但是很多人都告诉我们说这个旧金山非常的危险，而且脏乱差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一直没想明白，就是它是分区吗？有的分区，就是分区，你得去对地方才能看到脏乱差。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也会选区，对吗？肯定的，我选在这边是因为这边便宜、安静，然后可以 get the most for 我的 money。对，对，那它就是跟安全也是挂钩的，对吧？肯定是挂钩的，对，我这边肯定是安全的，就是我的邻居和我住在我的 city 的人都是正常的30到60岁，30到80岁吧，那种工作人员都是有 family， 然后有孩子有狗，就是那种很正常的安逸的家庭。那你在买房子之前是怎么提前预知这些事情？考察，对自己你亲自去，对，亲自去。你会敲门问吗？我会看到有人在外面拉垃圾桶啊，或者是在浇花，我就聊几句。还可以这样。对。真的，刚才那位是他在那看你们啊，是，这是随便踩就行好，这是后院，狗屎可能会有狗屎。这个是我的菜园子，这是我比较自豪的地方。这是我的那个西红柿，还有茄子，还有黑莓。这是个辣椒。然后草莓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爱逛菜市场了。对，因为自己有菜园子。自己有啊。对，春天最喜欢春天。然后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房子，在旧金山外围，就是我们叫湾区，其实离旧金山开车要1个多小时。对，然后我们学区是大概是7、8这样子的分数，就是10分是满分。学区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也不算特别差。然后这个是买的是110多万。现在130-140万的样子。你这个灶是在这儿的。对，所以它没有抽油烟机，它有抽油烟机，但是它抽的很弱，它是从中间在抽，其实它是从这儿抽嘛，但是我们觉得还行吧，因为喜欢它这个开放式的感觉，对，然后想要在这儿做菜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那个我老公在客厅里，就
年的房子吧。90年。哦，90年，对，是我出生的年份。这个是1层楼，之前的房子是有2层楼。我大后院，这是我一直梦想中的房子，就是1层有个大后院。之前就喜欢这个院子，以前买的房子特别小的院子，因为是全新的，全新的房子，可现在没有办法配大后院了。如果想要弄个全新的大后院的，那怎么也得200万起跳了。哦，这边这么贵？对对对。那旧金山这边的房子要比洛杉矶那边还要贵？是的。哦，是的。哇，看来这边物价很高。那比圣地亚哥呢？还要贵，对比圣地亚哥和洛杉矶都要贵。那加州最贵呗？加州最贵。最贵。对，那属于美国最贵吗？应该跟纽约差不多，或者比纽约还要贵。壁炉是 original 的壁炉，但是它这个东西被换过了，所以换成一个不是那么顺的。然后它这儿还有一层，平时我们开火的时候，烧火的时候，我们就开着这个，但是关上这个，这样子火那个如果烧什么 wood crack 不会出来。然后里面是有一个通道可以打开，然后上面会直接有风，然后这边风就上去了。这是哪一年的结婚？可能10年吧，结婚纪念的。我老公送我的礼物，这都是我们去过的地方，还有家在哪儿，下次去哪儿玩。我在抖音给的那个奖状，这个是我们当时给的那个奖状，就是什么，他给的还是中文的，超出什么预期，超出预期，在美国的公司发中文的，对，发中国的。3只狗带着呢。那时候是4只狗。4只。对，有一只已经过世了。这个房子就是我们当时2021年的时候贷款的利率比较低，所以当时我们贷的时候是2点几的利率，那很低了。对，现在应该是怎么的6点几吧？哎呦，那涨得好像还有8个。对。那我有个问题，现在6点几的话，你还贷款的利率是按现在的还吗？不，我是30年 fixed rate 就是30年不变。不变。对，所以我都是2点几，然后还30年。对，然后我一个月就是光还贷加上 insurance 还有房地产税是4500。我们电费我是不付电费的，因为我有装太阳能。对，所以我们家没有电费。所以太阳能可以负担整个房子的。哇，而且这太阳能板是不是可以抵税？是，对，我们当时好像是花了1万多的，放了11片太阳能，然后当时好像抵了2-3千块钱的税。我们这个1万多的太阳能大概8年就能回本，电费没有。然后有那个 gas 煤气大概是50块钱是 average， 因为夏天不用开暖气，所以是10块钱一个月。然后冬天要开暖气是100块钱一个月。水的话也是大概100块钱。一个月。还有网是 fiber 500GB，那个速度70块钱一个月。对，垃圾是40块钱。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后院里有人每2周来一次，然后120块钱一个月。对，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cleaning team 是专门打扫房子的，他们是1个月来一次，他们是160块钱。来几个人呢？打扫房？3个人来3个小时。对，是很便宜了算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咱们暂时现在住房车是一个还比较节省的一个方式。是吗？对。因为我们住房车现在就是那个营地是不用交水电费的，我们要不然就是会员的那个不用付钱，然后要不然就是按1个星期那么买，可能1个星期300多美金。但是这个是根本就不能放一块比，一个房子一房车的。这一套房子你的首付大概多少？正常是20%啦，但是因为我们想要他的那个月付低一点，所以我们应该是付了25%到28%。那你的地税是？就是永远都要交，对，地税加上那个 insurance 也是永远都要交，所以那个就每个月1000多，那是永远都要交的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家的那个 office， 就是书房。书房，这是一个洗手间，然后平时在这儿健身。对，然后他们在这儿开会，在那儿打游戏。这车库里能放2个车，还有一个那个 washer dryer。都很梦想有这么一个房子，改造车呀什么的，你就在这儿，就不用说那个晒着太阳那么弄。你这个卧室好像很像有孩子的样子。对，因为这个怕这个就是防孩子掉下来的，其实我是怕狗跳下来，因为不是跟你说 Bobby 腿不好吗？对。是这样的格局。对，非常小，但是可以用。然后这是衣帽间。对，感觉很温馨啊。但是都很可爱啊！你这到处都是
哦，娃娃，娃娃，对我喜欢娃娃。走吧，咱出去，走。你们俩还一人一房间。对啊，这样谁也不打扰谁休息，他可以早点睡，我可以晚点睡。那这个房子是多少平？1400 square feet。那是多少？可以查一下。但是你外面的那个草坪什么的，对，这个地比较大，是1万 square feet。对，所以这房子贵，因为地多。其实房子比你大。没有2楼，没有2楼，就是托尼买的没有2楼的，因为狗不能上楼梯。我们俩还说我们也挺喜欢没有2楼，对，就会觉得氛围好，就大家都聚在下面。以前我们是2层楼的，我还给我老公打电话，跟他说可以下来吃饭。是。你说你都没来过这儿？没进来过这个。你在这住几年？3年。3年没来过这儿。对，我就光加班了。你看看。你现在辞职了，终于啊，在大白小雨的带领下，他来到了自己家小区的花园。对，我刚发现这个亭子，是吧？这个亭子很有那个异域风情啊，像东南亚的那种感觉。我刚才说这个亭子很中式。美国的房子前面的这些花呢，都是这个房主自己种的，就它可以让这个房子变成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的感觉。这还有一个人有这个大5人房车。Ariel 送了小雨一个利器，防身利器。是一个喷雾。对，还适合你的这个女生的颜色。那慢点啊，这是不是需要解开一个什么锁是吧？啊，有一个锁啊，解开。这样子你不会无意。对，然后这个东西你在外面还看不出来它是什么。对吧？它是一个钥匙环。对，你看。然后就我们就是去旧金山用。旧金山用啊，明白了。啊，行，那这就是旧金山的双面旧金山的开场了。旧金山多么恐怖 ！OK， 他会不会用上这个东西？在旧金山确实就是预备一个是我觉得有必要。就是当他要抢我相机的时候。靠谱。你这样，我回去晚上我先试试。